像正交过来的这种球，你看它这种以击打为主的这种正交过来的球呢，相对来说，它二跳落到球台，落在你自己球台这一面，它的球呢是往下走，它不是往前蹦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反交过来的球是往前蹦，蹦得很快。那么对于正交过来的球，它有很强的一个下吊感。下吊感就是往下沉。那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打这种正交过来球，因为它的球速呢相对来说非常快，也非常突然，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的上手留出空间。那么对于正交来说，我们在反交打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稍稍的往后退一点。从你的防守从你的上旋球来说，我们的站位要略微的往后调整一点点，不要太多，不然的话就会掉位所以我们要稍微往后站一点。那么下旋球，在正交搓过来的下旋球，我们站在原位置拉就可以了。但是对于相持球来说，我们一定要调整你的站位，给你自己的反应速度留出一定的时间。那么我的站位就要相应的往后站一点让我的速度有一定的缓冲，我能够有时间反应过来是左还是右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继续说，那么正交过来的球，无论它是反手正交还是正手正交，相对来说它略带有下沉的这种球旋转。那么我们在击打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得加旋转了。手上大家一定得加旋转，比如说正手，那你就得加摩擦了比如说反手，我们也得加摩擦。大家要切记，无论它过来的球是什么球，我们都得加强你的摩擦，加强你的弧线。那么你的用力很多人呢在打颗粒的时候就一个劲儿的用大臂去拔，正反手都是，而没有在接触球的时候用上手指手腕，包括你前臂的抛弧线做不完整，所以导致这个球呢经常会下网。大家在打颗粒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当对方过来稍微偏沉一点的球的时候，我手上的第一个你要处理的是什么？不是动作的大小，也不是用力的方向，而是你得有摩擦。它就好比于这种尤其是升交过来球好比于这种弱下旋的球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摩擦，你想想你的抛弧线是怎么起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正反手，当对方磕过来打过来点过来的球，我们首先得加强你的手腕手指的摩擦性。好，加强完之后，我们才能制造出非常稳定的这种弧线。那么好多人说，小韩我不会拉怎么办？如果不会拉，你也得用大臂抬，你看用大臂去起弧线，大臂沉，大臂起。你看即使你击打，即使你跟他对打击打的过程，你也得把大臂用上，就是你得把你整个动作的这个结构的抛弧线一定得做完整，不然的话球它肯定有下扎力，你相对来说过来的球你会怎么样？直接扎网根儿，没有摩擦，没有抛弧线，这个球一定会扎网根的，因为它是带有下沉成分的。你不能把它当为上旋球，当为反交过来的这种上旋球，跟它这种直接前对前，你看直接向前迎，基本上是肯定会下网的。所以我在打颗粒的时候，我的动作走向会偏向于向上多一点，往后站向上多一点因为你得带摩擦，必须得带摩擦。那么我们在打正交过来的球，第二点我们是需要反交是需要加强你的摩擦性。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三点第三点呢，就是所有的颗粒打过来的球，相对来说二跳虽然它是往下走的，但是呢这个球呢它不像反交一样它是往前迎的，它的前冲力呢没有那么充足。二跳的这个原位置，尤其长交，它基本在原位就不动了，它就往下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站位往后是为了你更好的缓冲它过来的速度，但是我们在击打过程中一定得往前迎。大家在打颗粒的时候，大部分人的用力全是这样向上用力，向上举，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向前冲的力量不够，不拼命的想把这个球过网，而没有强调它向前迎的力量，所以它往前迎的力量呢不够，导致的下网。我们记住，球在往下掉的时候，我们要充足的往前迎，把你的力量给足了，
力量给足了往前送，这样的话这个球呢既保证了摩擦的弧线，又能保证球的一定的前冲力，不然球越转你越往上拔，你的抛弧线的速度和力量越不够，会直接扎到这个球网的网根儿，就是没有所谓的前冲力没有所谓的前冲力。所以大家在打这种球的时候一定要切记，当球过来之后，我不仅要往后退缓冲我的速度，更要是往前迎，因为球不走因为它的球呢相对来说不是很走，所以我既要摩擦，我还得往前摩擦，往前摩擦。那么我们的第3点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所有的颗粒它的2跳前冲力相对来说都是缓慢的，那么我们的动作需要迎前给力，我们才能把球送出去不然的话向前冲的力量不够呢，就会导致下网的情况。好，我们先来说这3点看看大家的理解程度。第3点就是我们得有向前冲的力量，这是关于我们上旋球大家在处理它的一些方法。